喺上年呢，機動戰士 Seed 系列嘅續作劇場版呢 Seed Freedom 呢，就再一次帶起咗 Seed 嘅熱潮。當中其中一部最有玩味嘅機體呢，應當非魔蟹莫屬啦。我本身呢，就係正義高達系譜嘅機體嘅愛好者嚟嘅，更加準確嚟講呢，係由神盾高達啦，去到救世主高達，以至去各種正義高達嘅愛好者，而唔係話對亞斯蘭呢個角色有特別嘅愛嘅。不過因為出於好奇啦，呢個魔蟹嘅模型到底會點樣設計呢？所以我就買咗呢一款模型啦。同樣呢，就係今次我會製作嘅喺 Seed Freedom 電影入面由亞斯蘭駕駛嘅 High Grade 魔蟹 Seed Freedom Version。呢套模型呢，就包括咗魔蟹嘅本體啦，同埋可以變成戰機嘅背包。魔蟹本體嘅設計呢，大方向上呢係仿照翻 UC 世界觀嘅傳統魔蟹，除咗隻角以外呢，最明顯嘅分別呢會係裙甲嘅部分啦，同埋雙臂盾牌嘅部分。除此之外呢，響整體輪廓上面呢 Seed 版嘅魔蟹呢會顯得更加高大，同埋線條更加硬朗嘅。背包方面呢，就配備咗同無限正義意識一樣嘅 Volantis， 之後再仔細睇下佢嘅設計。配件方面呢，有一個可以替換戰損造型嘅頭殼頂啦，一對可以替換熱能發動狀態嘅爪啦，以及4支可以裝上背包機翼用嘅光速特效零件。咁喺上色之前呢，就先觀察一下究竟有冇邊啲位置係需要留意嘅先。首先就係腰腹嘅位置，可動幅度相當唔錯嘅，但係可以見到前後擺動嘅時候，白色零件同埋胸甲之間嘅空隙呢十分少。上色之後呢，相信極有可能係會有刮漆嘅情況嘅。下方腰部兩節之間呢，同樣有相當大嘅刮漆風險啦。咁至於後方呢，背包噴射器可以調整角度嘅。兩節腰嘅位置呢，喺彎腰嘅時候，似乎刮漆嘅風險呢都會比前面低嘅。值得留意嘅係呢，完全向前彎腰之後呢，會展露出一個小區塊嘅。後續呢，我會再決定點樣去處理呢個位噶啦。咁喺手臂方面呢，雖然每一節管狀嘅結構呢都係獨立分件嚟嘅，但其實裏面呢，主要都係普通嘅轉軸結構啦。手踭屈曲呢，其實主要都係靠呢個關節嘅。腿部同手臂呢，其實都差唔多嘅。同樣內藏嘅結構咧，都係可以模仿翻管狀嘅彎曲啦。咁但係主要屈曲嘅咧，同樣都係靠呢個膝關節嘅，同普通嘅高達模型咧，其實差別就唔算太大嘅。到裙甲方面啦，有一定嘅空間嘅，刮漆嘅情況咧，估計就唔會太嚴重嘅。可以見到底下5個噴射口啦，全部都係一片灰色嚟嘅。而根據設定咧，內側其實應該係紅色先啱嘅。其中咧，中間嘅噴射口咧，同時都係支架嘅插孔嚟嘅。所以上色嘅時候咧，要就住唔好噴得太厚。然後嚟睇下邊啲位置會見得到內藏嘅無限正義意識啦。咁首先最明顯嘅就係腳底啦。雖然造型上面咧同 High Grade 無限正義意識咧係有少許唔同嘅，但係明顯咧呢個只不過係模型設計上嘅差異嚟嘅。意思上咧其實都係同樣嘅設計嚟嘅。然後屈曲膝關節嘅時候咧，會見到有一小部分嘅無限正義意識嘅膝盔甲喺度嘅。爪嘅部分咧就採取咗整件替換嘅換件方法啦，一整個咧就比較方便拆除嘅，然後可以替換成熱能啟動後嘅狀態啦，一拆一裝就完成晒成個替換嘅流程啦。然後到咗呢一款模型最大嘅 gimmick 啦，就係可以拆除頭殼頂，拆開之後咧會見到無限正義意識嘅一整個頭部嘅，咁可以選擇裝翻一個戰損狀態嘅頭殼頂啦，跟住可以由外部可以若隱若現咁樣見到入面嘅無限正義意識啦。咁對比一下啦，可以見到原本嘅頭殼咧，分析分件都好仔細嘅，導彈同埋透件內扣嘅地方咧都有做到灰色嘅分件啦。獨眼咧就有粉紅透明嘅分件嘅，一如新式嘅模型盔甲咧係可以左右轉動嘅。不過透明嘅眼咧受光情況就似乎比較一般，而戰損版嘅頭殼咧就係一整件嘅粉紅色啦。有需要嘅話咧，原設灰色嘅部分咧就要玩家全部自己上翻色啦。咁將內藏嘅無限正義意識嘅軀體就拆出嚟做個對比啦。右邊就係原本嘅 High Grade 無限正義意識啦。睇上去咧，其實大部分有機會外露嘅位置咧，顏色都有做到分析嘅。身軀雖然有缺到粉紅色同埋黑色啦，而後半個身都完全偷膠。不過組裝完之後咧，其實都唔會睇得到噶啦。拆開腿部裝甲之後咧，會見到無限正義意識嘅小腿造型啦。明顯見到膝甲設計嗰個位置咧係有摺起嘅造型嘅。不過呢邊咧就完全冇做到任何嘅分析上色噶啦，意思下就算嘅啫。裝上魔蟹嘅外甲之後咧，其實都會完全遮晒噶啦。到魔蟹嘅背包裝備啦，同無限正義意識一樣咧，都係 Volantis。左右對比一下咧，
同 High-Grade 無限正義意識嘅 Volantis 咧應該係完全一樣嘅，無論外形分件啦同埋配色咧都係一樣嘅。剪翼狀態咧可以做到打平啦同埋 X 型嘅。機頭同機翼向下接咧就可以變成背包收納狀態，裝上魔蟹嘅背脊啦。唯一分別咧應該就係4翼安裝光束嘅特效零件啦，顏色上咧會比無限正義意識嘅咧更加趨向熒光粉紅色嘅。咁而家就跳到去上色完成嘅環節啦。首先咧喺完整咁組裝之前咧，可以先睇下呢個上咗色之後將會內藏喺魔蟹體內嘅無限正義意識啦。唔知道有幾多人咧同我一樣嘅做法嘅，就係將無限正義意識咧塗裝成為 VPS 裝甲未啟動嘅灰色狀態。可以見到我基本上咧上色都上得十分足噶啦，臉頰咧都有補翻一小片嘅灰色啦，眼睛同埋額頭監視器咧都有上翻金屬綠色同埋金屬藍色嘅塗裝嘅。軀幹部分咧原本缺嘅胸前黑色啦，同埋兩邊排氣口嘅顏色咧，我都有全部補翻嘅。而小腿位置咧，同樣採用咗 VPS 裝甲未啟動嘅配色嘅骨架未有發銀光嘅狀態下咧，咁我就用咗小鐵色去表達啦。至於腳板底咧，我就保留翻原本嘅粉紅色造型嘅，因為喺電影入面咧，其實會若隱若現咁樣見到魔蟹嘅腳板底咧，無限正義意識嗰個腳底其實係呈現出粉紅色嘅。但係後來爆甲嗰一幕咧，又會見到喺魔蟹入面爆出嚟嘅無限正義意識咧，先係由裝甲未啟動嘅狀態，慢慢再變成啟動狀態嘅。咁到底係咪官方出現咗吃衰嘅情況呢？如果有了解設定嘅觀眾，就不妨喺下面留言指教一下啦。然後就睇下組裝完成之後嘅魔蟹啦。咁呢個係正面啦，背面，左邊，右邊。咁我睇下個頭啦。咁首先係獨眼嘅位置，正如我之前咁樣提及過呢，透明嘅零件呢，我覺得個受光效果唔太好嘅，所以我就上咗一層透粉紅色嘅珍珠色啦。有光線嘅時候呢，會更加容易反到光嘅。而至於另一個簡化咗分件嘅替換戰損造型呢，我都有補翻嗰啲金屬灰色同埋灰色嘅。另外喺頭蓋底部嘅位置呢，我都塗上咗金屬灰色啦。咁令到我用呢個造型零件嘅時候，如果喺低炒嘅時候呢，望落去唔會咁穿崩嘅，就加強翻少少厚重感同埋真實感啦。喺呢度呢，就有之前展示過嘅無限正義意識嘅頭部啦。冚咗嗰個頭蓋之後呢，個效果係咁樣嘅。因為呢度冇足夠嘅光源啦，咁所以就好難拍攝到入面嘅效果。而就咁望落去呢，其實望落都幾協調嘅。咁翻去成隻魔蟹本身啦，呢度淺粉紅色嘅地方呢，我就全部保留翻原膠色，然之後喺零件嘅表面呢，就噴上咗半光澤嘅 top coat，咁就算噶啦。至於呢個好似係背心咁嘅位置呢，我就塗上咗比原膠色更加深紅少少嘅顏色啦。主要係因為魔蟹呢，響劇中俾我嘅印象呢，其實應該更加偏紅少少嘅。但係主要係因為擔心，尤其是係腰部嘅位置啦，如果噴咗色會造成刮色嘅情況啦，咁所以就刻意分翻開成為兩個色調啦，豐富咗用色之餘呢，同時都可以顧及到可能會出現刮色嘅風險啦。咁背部推進器嘅位置呢，粉紅色呢，我係保留咗原件嘅顏色嘅，底下代表內扣嗰個機件部分呢，就連帶我之前提過一小塊冇分件嘅呢個方形嘅位置呢，我都用咗金屬灰色去塗裝嘅。而呢度少少一個背包呢，我都有做到輕微嘅分色嘅，會見到有分別略深同埋略淺嘅灰色啦，咁就叫增加翻少少層次咁。手腳呢啲管狀嘅位置呢，我都用咗灰色去上色啦。而喺呢啲身軀位置，例如排氣口嘅位置啦，咁我就用咗金屬灰色嘅。以至到呢度兩邊手臂內側嘅位置呢，我都係用咗金屬灰色嘅，就象徵翻金屬嘅內扣表現。咁喺有光線折射嘅情況之下呢，就會見到手腳管狀嘅位置啦，咁同埋呢內扣嘅位置呢，其實咁上面呢會有一個區分喺度嘅。然後呢，就到深紅色嘅位置啦。咁喺深紅色嘅位呢，我都有採用翻深淺兩隻色去做翻色調上嘅區分嘅。一種呢係比較鮮色嘅深紅色啦，
而另一種咧係比較深沉嘅魚紅色嚟嘅。除咗裙甲之外咧，其他地方都有用到同樣嘅方法嘅，例如小腿嘅盔甲啦，同埋膝盔甲嘅分析啦，腳板底同埋腳面嘅分析啦。咁小腿嘅前後咧，我都按佢嘅分件咧就整塊採用咗深淺兩隻分析嘅。題外話咧，可以留意到小腿筒下方咧，我就參考咗 Metal Robot 雲，自己做咗一圈金屬灰色嘅分析嘅，增強翻少少層次感啦。而喺呢度咧都會顯示得到少部分咧無限正義意識啦，我就噴咗未啟動狀態嘅小腿裝甲嘅顏色嘅。咁喺膝甲前方嘅細節啦，同埋膝甲內側嘅呢個區塊咧，我都用咗金屬灰去象徵翻機體嘅內構。而腳嘅部分嘅結構咧，同埋呢度咧就本來係同一件零件嚟嘅。喺呢度咧，我都有做翻嗰個金屬灰色同埋普通灰色嘅區分嘅。咁喺腳底就做咗金屬灰色嘅分析啦。而正如我之前咁講咧，我就保留咗無限正義意識花紅色嘅腳板底嘅。下半身底下噴射口嘅位置咧，內側我全部都用翻晒紅色噶啦，就還原翻原設。而前臂同埋爪嘅深紅色位置咧，我一樣都係按照分件去採用翻兩種色調嘅深紅色嘅，概念上就同小腿嘅係一模一樣嘅。臂痛嘅白色分件咧，內側位置我就追加咗金屬灰色嘅內構分析啦，咁可以增強翻嗰個厚重感同埋層次感啦。裙甲嘅內側咧，我都噴咗金屬灰色嘅，都係一啲可以減低玩具感嘅通常操作嚟嘅。咁喺質感處理上面咧，淺粉紅同埋灰色嘅管狀位置咧，我就採用咗一種比較順滑嘅半光澤處理啦。至於深紅色盔甲嘅位置咧，我就用咗光澤嘅 top coat， 不過就係用乾噴嘅。出嚟嘅效果就有少少似做完一啲特殊表面處理嘅金屬質感啦。咁替換爪發熱狀態咧，我就完全保留翻嗰個零件本身嘅顏色同埋質感嘅。咁替換都係就咁樣掹出嚟，插翻落去就搞掂噶啦。至於水貼 marking 方面咧，由於我完成嘅時候咧就未見到有對應嘅水貼推出市面啦，咁我就主要用第三方推出嘅 High Grade 無限正義意識嘅水貼啦。分佈位置上面咧就主要係參考翻未推出但係已經有樣板展出嘅 Metal Robot 雲嘅魔蟹嘅 marking 分佈，各種帶有 Sith Freedom 特色嘅圍邊條紋啦，當中亦都有混雜 RG/UC 世界觀入面嘅魔蟹嘅水貼啦。咁完成嘅效果咧大概就係咁樣噶啦。咁而家就睇下戰機兼背包啦，就係同無限正義意識一樣嘅 Volantis 啦。咁今次嘅機身咧，無論係顏色分佈同埋水貼嘅分佈咧，我都主要係參考翻 Metal Robot 雲嘅。機身最主要嘅淺灰色咧，係保留翻模型原本有嘅塑膠成型色嘅，然後再有額外咁樣用另一種灰色咧，就做翻分析啦。咁明顯例如呢度機頭嘅位置啦、炮管啦，咁引擎嘅前方導彈位置等等。至於後方機尾推進器嘅位置咧，向呢啲內籠嘅位置我都有噴翻金屬灰色嘅，營造翻嗰個厚實感。機翼位置咧，分別會見到亞斯能所屬嘅組織啦、終端機 Terminal 嘅標誌啦，同埋呢一部機嘅名稱 Volantis。機翼打開嘅狀態下咧，同樣可以見到 Terminal 同埋 Volantis 嘅標誌嘅。咁將機翼光束特效裝上之後咧，就會係咁嘅效果啦。將飛機變成背包安裝上魔蟹嘅做法呢，如果你有無限正義意識嘅話呢，做法係完全一樣嘅。將機頭向下屈曲啦，然後呢個兩邊突出嚟嘅位置呢，插入魔蟹嘅背部呢，咁一部完整嘅 Sith Freedom 版魔蟹呢就完成啦。完成品呢，大致上就係咁樣噶啦。雖然呢一款模型咧係叫做比較新啦，咁但係都推出咗一段時間噶啦。咁相信有好多人咧都已經做過評測噶啦。最大嘅新鮮感當然係內藏無限正義意識嘅各種細節，同埋完全有別於以往 High Grade 同埋 Real Grade 原版魔蟹嘅手臂同埋腿嘅結構啦。
呈現到管狀規格嘅靈活之餘咧，又唔會令到擺 pose 嘅時候太過繁瑣。不過我覺得製作體驗同埋佢嘅定價咧，其實就唔太成正比嘅。而家市面上佢嘅價格咧，普遍比主角機體，例如係 High Grade 突擊自由極啦，同埋無限置意識咧，依然係貴上一段距離嘅。個盒亦都係比其他模型厚嘅。咁但係原因相信一部分係因為有一部分嘅零件係用於組成魔蟹體內嘅無限制意識嘅部件啦，組裝完之後咧就係完全被遮蔽咗喺入面，就唔會向外展示得到嘅。而另一方面咧就係魔蟹嘅規格比較偏向弧形同埋大塊啦，確實係比較還原到機體設定嘅，但係組裝完成之後咧，因為喺表面上面咧望落去個細節咧就唔係咁足夠，咁啊冇咩精細咁嘅。我用咗類似 Real Grade 嘅近似式分區嘅方法咧，先令到佢望上冇咁單調嘅。而大塊零件同埋豐富嘅內部零件咧，造就出分別有佢嘅好處同埋壞處啦。咁好處係魔蟹本體咧就比較重，就平衡得到背包嘅重量啦。要對比起咧無限制意識同其他 Seed 系列呢啲大型背包裝備嘅機體咧，魔蟹喺站立上面咧可以話容易得多嘅。而但係個問題咧就在於啦，因為重量集中咗喺身軀同埋四肢嘅末端啦，咁但係關節嘅強度咧就冇比其他 High Grade 就更加強喎，甚至增加咗靈活度之後嘅四肢咧，令到關節個感覺上就更加鬆。咁當然啦，本身組裝契合度咧係完全冇問題嘅，就唔似得鐵血之孤兒系列嗰種由設計之初已經唔合理，冇辦法承重嘅設計。只不過係當你拎起咗魔蟹本身之後咧，會覺得有一種唔夠結實嘅感覺啫。咁總結而言啦，呢一類本應冇預期佢會推出，咁但係最終都可以商品化嘅機體啦，無論如何都係一件好事嚟噶啦。不過我本身咧就唔係特別熱衷於亞斯蘭嘅機體啦，而只不過係特別中意正義高達嗰個體系嘅設計啫。咁呢一款模型咧就算係叫做體驗一下啦。咁將來有機會嘅話咧，我會做翻一啲真正係正義高達體系設計嘅模型嘅。咁如果有下一段片嘅話，咁就下一段片再見。